股大佬们都在砸钱吃的长寿药，普通人能不能跟风？市面上的抗衰神药到底能不能吃？大家好，这里是 XB Lab。我们实验室的主攻方向是利用基因和细胞疗法来对抗疾病与衰老。经常有朋友拿网上很火的某某抗衰成分来问我有没有用。今天我们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教大家一套最实用的判断标准。生命系统极其复杂，想抗衰绝不是简单的缺啥补啥。以后再看到任何号称能延年益寿的产品，别看广告词儿，只看2个硬指标：第一，有没有真实的人体临床数据；第二，它在体内到底能不能做到精准靶向，是只杀坏细胞，还是毫无差别的影响所有细胞？能扛过这2个指标的，才是真正硬核的科学产品。现在我们拿市面上最火的2大流派来做个分析。先说市面上卖的最火的贝塔酰胺单核苷酸，它的本质是一种前体物质，吃它是为了提升体内的 NAD 水平，也就是给细胞运转提供必备的能量货币。商家通常的说法是，人老了，细胞能量不够了，吃它能给细胞补充能量。这听起来很有逻辑，而事实是，人老了以后，你体内不光有正常的运转好细胞，还攒了一大批坏掉但不下线的衰老细胞。这些衰老细胞失去了正常的生理功能，却没有自然凋亡，反而会源源不断地向周围释放促炎因子，影响健康的组织。如果你不去清理这些衰老细胞，而是给全身细胞无差别的提供能量，结果会怎样？那些原本失去活性的衰老细胞拿到了能量，不仅不干正事儿，反而还会加倍的分泌炎症毒素，在你的体内搞破坏。用我们的指标来评估，它不仅缺乏长期的临床实验数据，更致命的是，它没有实现精准靶向，在没有搞清楚体内衰老细胞负荷的情况下，盲目大补会很容易加剧身体的慢性炎症。既然盲目补充不行，那反其道而行之，去抑制它行不行？这就引出了富豪圈的另一套玩法：吃2甲双胍和雷帕霉素。对待这2种处方药，我们要极其谨慎。2甲双胍主要是通过模拟一种饥饿状态来发挥作用。如果你本身有代谢异常，或者处于糖尿病前期，吃它确实能获益。但如果你是个代谢完全正常的健康人，没事儿天天吃它抗衰，它会打破你原有的代谢平衡，简直是没病找病。再说雷帕霉素，很多健康人跟风吃它，我们作为科研人员看着非常担心。雷帕霉素的核心机制是强烈抑制 mTOR 信号通路，这就相当于强制让细胞停止生长，进入节衣缩食的休眠状态。在动物实验里，用药物压制这条通路，小鼠确实活得更长了，但在人体内，这条通路同时掌控着你的免疫防御系统和肌肉蛋白质合成。健康人私自吃这种具备强烈免疫抑制作用的处方药，剂量稍有偏差，代价可能就是免疫力严重受损或者肌肉大量流失。误伤正常细胞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连临床医生都要拿血液指标反复权衡的事儿，怎么能当成家里的保健品随便乱吞？这不是皇上吃仙丹着急升天吗？不让全身大补，也不让强行抑制，那真正的抗衰老研究到底在做什么？既然衰老细胞是导致机体退化的根源，那最科学的办法就是直接靶向衰老细胞，精准清除它，绝不误伤旁边的健康细胞。学术界管这叫 Senolytics， 主打一个贴脸开大，绝不伤及无辜。这也是我们 XLab 每天在实验室里重点攻克的方向。目前，生命科学界最前沿的研究方向是免疫细胞工程。大家可能听过肿瘤细胞里的 CAR-T 技术，现在科学家把它用到了抗衰身上。就在2026年的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Aging 上，刚刚发表了一项硬核突破。研究人员发现，
衰老细胞的表面会带有一种特殊的蛋白标记，比如 UPAR。研究发现，衰老的小鼠肠道里堆积了大量的带 UPAR 标记的衰老细胞。科学家通过基因编辑，给小鼠自身的免疫细胞装上了一个专属雷达，让这些免疫细胞变成精准的巡逻队，专门去肠道里清剿带有这种标记的衰老细胞。实验结果非常惊人，衰老细胞被清扫干净后，肠道里被压抑的干细胞迅速苏醒，整个组织的吸收和代谢功能出现了全面的逆转和恢复。这就是真正的精准靶向，不用吃化学药片，而是用改造后的活体免疫细胞去治愈身体。当然，CAR-T 细胞技术用在人体上容易引发强烈的副作用，安全性挑战极大。所以我们团队目前正在重点研发的是更先进的 CAR-NK 技术。NK 细胞是人体天然的自然杀伤细胞，它不仅更安全，未来还有希望做成大家能直接使用的现成通用产品。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在活体上真正逆转衰老的，绝不是药瓶上简单的几个字儿，而是一套极其严谨复杂的生物工程。抗衰这件事儿最危险的就是你把复杂的生命系统交给了几瓶过于简单的保健品。下次再有人向你推销抗衰老奇迹，你就用这2个硬核指标问问他，有真实的临床数据吗？能做到精准打击不误伤吗？如果答不上来，你就问他，皇上，你吃仙丹吗？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实验室是怎么利用 CAR-NK 技术做到精准靶向抗衰老的，请点赞订阅，我们单独做一期 CAR-NK 的深度解析。这里是 XBLAB， 我们只做最严谨的科学推演，我们下期见。